迟到几分钟。今天主要是想讲两个内容。我这个背景没有换过来，稍等一下。好，背景调过来了。今天主要想讲两个内容啊。一个内容呢是，有个朋友，带他的一个朋友，讲了讲他的一个创业项目。主要内容大概是，回国就医的这种绿色通道的项目。这个是一个内容，还有一个内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 BC 省的医疗资源，就是大家怎么合理的利用这些医疗资源，可以更好的服务我们个人和家庭的健康。先讲第一个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就是前几天有个朋友带他的一个朋友，这是一个大姐吧，就是她是说是国内医疗产业的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然后她呢是想创业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国内叫做绿通的这个行业，就是你如果有了疾病以后，通过他这个项目可以联系到国内的医疗资源，主要是国内的公立医院，包括门诊，包括安排检查、安排住院，还有一些专家号这种呢，在国内其实已经形成产业化很多年了，已经有上市公司了。那他跟我说的这个项目呢，我一开始以为是他个人的资源，但后来听了听，感觉不是太靠谱。不靠谱的点还是挺多的。当然，我并不觉得这个大姐可能是怎么故意要骗我或怎么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个人的交流以后的感受吧，我自己觉得可能要不然这个大姐是真不太懂行，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具体情况和规则，或者呢，就是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骗了。他主要跟我说的是什么？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是他讲了个人的经历，说是去年他是新移民嘛，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还是今年年初啊，他经历了一个就是牙髓炎、牙根尖炎的一个急性发作的情况，然后他就尝试着从这个身边呀找了4家温哥华的牙科诊所。然后打电话咨询，就说我这个现在牙根尖炎的情况能不能及时治疗，能不能尽快的安排治疗。结果他说他很意外，就4家诊所都无一例外的直接拒绝了，就说我们诊所不治这个。他就很震惊，他说觉得这个不是这么复杂的情况，为什么这边的牙科诊所是水平不行吗？还是说特殊原因不给他治？然后他这个就一怒之下，直接买一张机票回到国内了，而且很快通过自己的个人资源就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但是对他的个人的冲击是比较大的，他就觉得说很多国内的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人生地不熟，而且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医疗资源被这个很多华人媒体啊炒作，说是这个资源很紧缺，好多人在急诊等的都直接等死了。还有像前2年这个，就网上有一叫“5期之死”嘛，这个成了热点新闻，就是这个加拿大医疗彻底耽误，把这个小病治成大病，大病直接治死了。他就想说，那我有这个资源，我要这个给这些新移民朋友做一些服务，然后做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公司，这样呢，同时还能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然后他就很快行动力很强，在加拿大就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朋友介绍呢，就来这儿想找我了解一下这个
加拿大本地的医疗情况，然后我就如实跟他交流了一下。交流之后呢，我发现这个大姐可能确实是对这个市场情况，对她手里的这个所谓的绿通资源都不太了解，又发生了很多的误会，所以我个人是很不看好她这个创业项目的。具体原因我们一会儿可以一步一步的讲啊。最主要的冲突就是观念的问题，就是他认为中国的公立医疗资源这个是世界顶级的，而且是叫什么？他的原话叫遥遥领先。我就是从中国的医学院校毕业的，然后我也在中国的公立医疗体系工作了10年，然后我也在国内的这种私立的诊所、外资的医院、外资的诊所都工作过。我觉得我对中国的这个医疗体系还是很熟悉的吧，不敢说全面了解，但是有这个直接的亲身体会。中国的医疗体系有中国医疗体系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很大的不足。而且我个人的感觉，中国的公立医疗体系在最近10年到15年，因为种种原因，它的医疗质量是在逐年下降，而且是下降的速度非常快的。我看到的一些新闻，我听到的一些事情，包括我现在的一些患者回国就诊的一些经历，告诉我之后，我听到其实是很难过的，就是很多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但是现在因为医疗质量的问题就发生了。然后这个大姐的经历呢，其实是很多新移民，尤其是没有这种医疗教育背景或者医疗工作背景的移民，很容易发生的这种想法，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利用加拿大这个医疗资源，然后他就很容易就退到他的舒适区，他就在想，哎，那我是不是回国去治疗，回国去找这个专家号，找人，找资源，或者我就花点钱找这种绿通公司，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及时、更好的医疗这种就诊呢？从我个人的经验和认知来说呢，这种想法是明显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的。也会有这种想法啊。我其实个人认为，更多的是说，中国国内的教育从小到大，它其实是一个脱离了真实环境的一个教育，尤其是它刻意避免了像生老病死这4种情况。我们从小就是我说我个人啊，我不能代表所有人，可能有的地区啊，有的家庭他的这方面的教育是很好的，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是这种生老病死的认知，生老病死的这个教育是缺失的。直到我高考那一年，我的姥姥还有我的爷爷就是相继去世，所以当时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我后来选择学医，而且是选择学中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我看到了现代医学，看到了国内的医疗体系不足的一面，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个人的努力，或者说改变我的认识、认知，能够起到一些变化，至少是对我身边的人、对我的家人，能够有一些改善，或者说更合理的利用认知这些生老病死的情况吧。所以说就是佛教说的这个嘛，就是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盛，这个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人生课题。你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有钱、多么有权势，每个人都躲不开这一关的，每个人都要面临生老病死。
那我们面临生老病死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应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课题。他真的是说我有钱，我去找一家公司，这个公司给我完全打包所有的医疗相关的问题，都能帮你解决吗？真的是钱可以解决的吗？我认为不是。而且我觉得，你不管是移民加拿大了，在欧洲，在其他国家，还是你就是在国内，并不是说你要通过人脉、通过钱、通过资源找到最顶级的医疗资源，你才能够更好的面对这个生老病死，而是你要更正确的认知这个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过程，然后你清楚你应该怎么面对，然后选择恰当的资源，你手边能够得着，你就在你身边的这个现成的医疗资源，而不是说我要通过花钱找这种专业公司，花钱去买这种机票，通过跨洋跨国来医疗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方式，从我知道的很多并不能解决，甚至反而是造成相反的效果。那至于说我为什么认为他是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律通这个行业，或者说是让人骗了，因为我问了他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但是他给我的答复，让我的想法就是认为他不是太了解这个行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说的这个个人经历，就如果他真的是牙根尖炎，这个，咱们从几块说吧。第一个，牙根尖炎并不是说多么复杂、多么难治的病，其实就是我们通俗点说，就是牙根这儿起脓肿了，肿的它会疼得非常厉害，很影响生活质量。很多人得了这个时候，确实是第一时间就想办法说，我怎么能够尽快的缓解疼痛，缓解症状，恢复正常。治疗方法也不复杂，其实就是做一个小手术，把这个脓排掉就好了。那后续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牙根尖炎，你再通过后续治疗一步一步的来。这从牙科来说是这样的。那从中医有中医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我们就不讲这么细了。但是为什么这个大姐她找了4家诊所都没有人给她治呢？这就涉及到加拿大，它是一个分级医疗的体制，它的制度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她这个大姐这个情况呢，牙根尖炎，它是属于牙科急诊的，但是她打的这种牙科诊所呢，它是属于叫我们之前视频也讲过，它是属于改善型医疗，它并不是必要性医疗。但是牙科的这种急诊呢，它是属于必要性医疗，这个真的是非常疼的。加拿大至少在 BC 省啊，其他省我不太清楚，但我想应该是大差不差，差不了太多。这种情况，他应该是找这种急诊牙科或者叫牙科急诊，它是有专门的地方的。因为普通的牙科门诊，它主要是处理一些常见的口腔保健，还有治疗。你比如你常见的蛀牙，或者是日常的洗牙，还有包括你需要做这个牙冠，还有植牙，包括做假牙，还有做这种正畸，这是常见的口腔门诊的治疗范围。所以他一说出这么专业的牙根尖炎，如果比如说我假设啊，我是这个普通的一个牙科门诊的前台或者医生，我接到这么一个电话，第一个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判断自己是牙根尖炎呢？他是有专业背景，还是说他已经在别的地方确诊了？第二呢，就是我这里是普通的门诊，我这里做的是日常普通的治疗还有维护的，你这个病应该找专科或者是找急诊，所以很大的概率我肯定是会拒绝这个病人的。
但是这个沟通上可能出现一些误会，就导致这个大姐就误认为说加拿大就没有治这个病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啊。实际上，加拿大这种情况你是应该去找牙科急诊。那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这种加拿大的，就是尤其是 BC 省的这个医疗体系吧，因为别的省我没有太生活过，所以不是太了解。我知道应该是整体的分类是差不多的，但是它可能具体的称呼、具体的机构的名字是不太一样。大家新移民啊，可以好好听完这一段之后，我也会把这些资料啊，就是放在社区贴个图片，或者是做一个标记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打印出来放在家里面。然后你有这种健康方面的情况，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个分类指南怎么做，一步一步的去做。就避免说在急诊傻乎乎的在那儿等10几个小时，或者说求医无门，不知道应该去找哪儿。加拿大是一个分级医疗体系，它就是大的分类就是分公立的必要性医疗体系，还有这种补充医疗体系，或者我们叫改善型医疗体系。那大家如果是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第一步是先判断自己的情况应该去哪儿。怎么判断？有好多这种新移民群里面，就会问说，哎，我不知道某某病的这个英文单词是什么，谁能帮我查一下，或者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跟医生说？然后就一头就往医院的这个急诊室去冲，或者说我们叫闯，甚至还有的这种，我不知道是真不懂啊，还是发坏的这个人，就是告诉一些这种新移民说，你到了急诊啊，你就直接就是大吼大叫，就大闹，就是把自己表现得很痛苦啊，认为这样呢，你就可以说排队的时间短一点，可以就得到及时的治疗。但我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儿。如果你去了，加拿大，尤其是 BC 省的这个急诊室、医院的急诊室，你去了以后，大喊大叫、大闹的这种情况，很大的概率你会被这个医疗系统、公立医疗系统标记为特殊病人，就是精神不是太正常的病人。然后你之后，特别是你这次如果真的看了急诊，然后急诊医生的护士判断你并没有那么紧急，那他就会在你的这个个人信息里面标注上。标注上之后，只要你去公立医疗系统，他们都默认为你是一个会装病的人，所以你的就诊的紧急情况就会被调低，反而会让你以后的诊疗可能出现误诊。那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就是先不要过于的焦虑恐惧。我觉得大家最好是你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最好是成年人都去红十字会或者是其他的医疗机构，它有这种急诊的培训，你去学一学，就大概知道碰到这种意外情况或者健康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分类，哪些情况是应该去急诊的，哪些情况找家庭医生，哪些情况去找 walk-in，哪些情况自己可以临时先处理一下，这个是基本的建议。其次呢，大家第一步呢，在 BC 省这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不是911啊，911是打医院的急诊，是急救车来急诊的这种电话。大家记住一个电话叫做811。811是什么电话呢？811是健康专线。这个电话号码呢是7乘24小时，就是没有休息的，你任何时间都可以打，任何电话都可以打。但是呢，它是一个健康咨询，接电话的人全都是执业护士，就是他都是有证书的、有医疗经验的这种护士，而且它是多语言支持的，就是你说
普通话、说粤语、说英语、说日语、说各种语言，这个电话都可以找到会这种语言的人，或者找到翻译来跟你做电话翻译，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健康的情况来给811的接线员说清楚之后呢，他会根据你的描述的情况，告诉你当时的情况应该去哪里。可能是让你去急诊，可能告诉你说你去药房就可以买什么什么药就可以解决，找药师，或者说是你应该自己先怎么处理一下，或者说甚至就是这个811它是可以查一些这种公立医疗体系的资源，就告诉你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去哪里可以做手术，去哪里可以得到及时的检查。这个是811的电话，大家有了紧急情况，一定要学会先用这个资源。第二呢，就是这个很多人担心的说，哎，我得了一些小毛病，这个毛病呢，我觉得我家庭医生不容易约，或者哎我没有家庭医生，或者我一想想这个小毛病，我去急诊等个几个小时，我觉得不划算，或者因为我个人的工作原因、家庭这个生活原因，我没有时间去急诊。但只是一个小毛病啊，比如说那个王教主他有一次好像是意外把这个手指的指甲给压到了，就紫了嘛，就是这个指甲底下淤血了。这个情况就是有2个选择，就比如说常见的病，大家是可以优先考虑这2种情况，就是它叫做没有生命危险的急诊，就是医院的急诊 hospital 那里 emergency 它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急诊，所以你如果是这种没有生命危险的小的磕伤、碰伤、擦伤或者是意外或者说肚子突然急性的疼痛了或者我摔骨折了，我不确定是不是骨折我滑雪摔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先考虑这种在大温地区的叫 UPCC， 它是一个缩写翻译过来呢叫做紧急和初级护理中心。这个它会比可以处理一些就是比这种窝黑印的简单的疾病更重一些的，包括骨折，包括这种发高烧，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资源，而且它的这个处理非常灵活。我推荐过很多病人去这种 UPCC， 就比如有一个病人，他就是跟老王那个情况一样，指甲这里淤血之后呢，这个我看到了嘛，然后我说你应该去一下 UPCC， 他说哎呀，去急诊要等好长时间，然后我现在也不疼，没必要。我说你处理一下会好得很快，然后他就去了 UPCC， 然后 UPCC 的处理流程呢，是这样，就是你到了以后先登记，登记的人会简单问一下你的情况一看你这里是手指甲的一个淤血了，然后他就会跟你说，我们这里能不能处理，能不能做哪些检查，然后你这个可能是需要做哪些处理，比如这指甲这可能需要把这个淤血清一下，然后大概需要等多长时间。我那个病人当时他说他去了以后，那个登记的人就跟他说，你这个可能需要等2到3个小时，因为不是很紧急，然后你现在回家就行了，就不用在这个 UPCC 等，留下电话，然后提前20分钟快到你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给你打电话，你接到电话，接到通知，马上过来，一般就是直接可以看到，然后果然就是他等了2个小时，吃了个饭。然后接到电话就去了之后很快处理之后就很快的好了。这个是 UPCC， 还有一些就是小毛病，比如这个感冒发烧或者说眼睛出现情况。前几天我儿子就是可能是他在游乐场玩的时候沙子进到眼睛里面了，然后就是眼睛就老想揉，老觉得痒痒有点发红，一只眼睛。然后我是觉得问题不太大，然后我太太就说要不要去急诊然后我就跟她说不用去急诊，这种情况你去急诊
干等半天也得不到太多处理的，就是一个观察。其次呢，我说你现在可以呢，就是考虑药房。大家在加拿大这里边就知道，就是基本上每一个超市都有一个药房，然后也有 Shoppers 这种24小时或者它营业到很晚的这种专业的药房，还有那种私人的药房，有的营业时间也非常长。这种地方呢是一定会有执业药师值班。然后现在2023年之后，BC 省的规定是执业药师他是有一定的处方权的。所以我就带着我儿子还有太太去这个 Shoppers 了，然后执业的药师就给他检查了一下，简单看一看，就说应该不是太严重的情况，就可以先用一些眼药水或者人工泪液冲洗一下，然后观察一下，看看如果有缓解就不用太担心，如果没有缓解，你再考虑去 UPCC 或者去急诊就可以了。最后就是点了点这个眼药水，然后第二天基本就没什么事了。大家如果有一些小的问题，就可以考虑先到药房，因为现在执业药师有很大的权利，包括现在也有很多药房是华人的业主、华人的执业药师，他们中文也都没问题，也都可以接受一些咨询，然后可以给你相应的处方，它有一些处方药，包括一些抗生素，它都是可以开的。这是一块医疗资源，就是药房的资源 ，UPCC 药房资源811。然后就是急诊室，急诊室呢，大家就是出现大出血，严重的外伤，还有这种中风的前兆，还有上次我说那个李大夫那种突然这种胸痛背痛，怀疑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这种就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大家就是优先考虑去这个医院的急诊室。这个时候它不是根据先来后到，它是根据你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就像我说那个李大夫那个经历，他去急诊就很快第一时间就做了心电图，做完心电图直接就推到手术室了，这个不会耽误的。好多耽误的往往就是你错误判断自己情况，你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或者你觉得自己很严重，但是实际情况是错位的认知。这个在去错误的地方，它可能就出现这种耽误的情况了。如果判断不清楚的话，就可以先打一下811。其次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其实是加拿大包括美国很多这种西方国家一个很基础的诊疗的入口。它的定位呢，在国内没有对标的这种职业，但是因为中国的它虽然也号称叫分级诊疗，就是1级、2级、3级医院，但是其实和这种国外啊、加拿大、美国这种分级诊疗不是一个体制。家庭医生其实起到一个健康保健，就是他是要建一个你有家庭医生的话，他会给你建一个健康档案，然后他会把你健康方面的种种情况可能出现的这种健康风险，还有你的用药情况，都会做一个总和，然后随着这个档案的完善，你的这种健康的维护它是越来越好的。大家可以简单认为家庭医生就是一个分诊台和一个出诊医师的综合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要，而且效率很高的。大家要善用这个家庭医生，但是好多新移民说现在找家庭医生很难，这个可能是好多人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的这个找家庭医生的方式。大家找家庭医生啊，就是一定先去这个注册家庭医生排队的这个网站，它这个是叫Health Connect Redress， 就是这个网站，然后先排队，把你的基本信息登记上去，然后排进这个队，然后它系统就会排。当然，我听说是排的时间很长。
尤其是很多人想找一个离家近，然后又会中文的，这个确实是要求比较高。大家先排上，没排到家庭医生之前呢，有几个资源。第一个就是 walk in， 就是很多的诊所其实都是接受 walk in 的，当然也有不接受的。大家可以上一个叫Med App，Med IMAP， 就是 MEDIMAP.ca， 这个网站是可以查看大温地区 walk in 接受 walk in 的诊所的就诊排队时间的。然后，如果是新移民的朋友，你没有家庭医生的情况，我建议就是你最好是固定找一家 walk in 诊所，就是哪怕他每次他给你安排的医生都不一样，没关系。但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就医的这个档案是完整的，他每个医生看完他都会记录到这个系统里面。这样你以后找到家庭医生，或者以后万一需要去到急诊、去到 UPCC， 他们去调这个档案是一个完整的档案。不要说是我今天试这个我可以，明天试那个我可以，然后你这样你档案就会很乱。这样万一出现情况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一个网站呢，叫这个 BC， 就是药师 Finder。这个呢是可以帮你找到，就是刚才说的哪些药房是提供这种轻症的诊疗处理这个药房的。最后呢，就是说，有一个资源，大家是不要这个错过。我自己也用过，就是叫虚拟诊疗系统。这个可能就是翻译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国内说的这种线上就诊。它有几个大的这种 APP， 我找一下，我记在这个上面了。在这儿，它叫做这个 Tyler's Health My Care， 就是这种合法平台，它有好几个。我回头我可以都贴到那个社区里面。就这个平台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有一些家庭医生，有一些专科医生，然后在这个平台上注册，然后你去上面，它基本上是24小时你都可以约到的，就是费用也不是很贵，就是从几十到100多块钱，你就可以跟这个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医生，他是可以在线打电话，然后他可能会根据你的情况，他就直接给你处方。我用这个呢是当时家里面全家出去玩，然后错过时间了，然后家里老人日常用的这种高血压药到期，处方用完了，正常应该是找家庭医生，就是去续一下这个处方嘛，看问问你有什么情况。但是我一看这个就是可能没提前约，家庭医生就约到至少得要约到1周以后了。正好赶上我们那个家庭医生当时可能去度假了，所以不在诊所。然后 walk in 呢，就是我又担心他这个档案连不上，就找了这个在线的这个诊疗。当时约了一个尼日利亚来的医生吧，就是说话，英语还是很纯正的，就跟他说了一下情况，然后说平时用的什么药，然后他也能从他的后台能够调到我们这个用药的情况，然后就给了一个临时处方，然后就直接可以拿到药房去这个拿药了。这个是很方便的，而且费用其实并不贵。它不光是能开处方，它还能做一些检查，就是你比如我想验血呀，我需要验血，然后它根据你情况确实需要，它一般都是可以给你开的，然后可以给你做一些检查。这个是公立医疗系统的，但药房是属于私立的，但是还是它一个体系吧。除了这个呢，其实加拿大，尤其 BC 省这边是有这种私立的医疗诊所、医疗检查机构的。
好多人都说，哎，我受伤了以后要做核磁，是不是要等几个月呀？我自己是在这个列治文这边约过核磁的，没有等那么长时间啊。就是你正常的情况需要的话，还是挺快的，大概1个月左右就排上了。如果你要着急，你说我就想下周就做，那不一定非得要坐个飞机回国内去做啊。你实话实说，你坐个飞机回国去做，你下周没有合适的资源，不一定真的就能做上合适的核磁。但是在 BC 省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大家如果有家庭医生，或者是没有家庭医生找 walk in，你是可以跟医生说，哎，我不差钱，我就想快点做检查。你可以要求家庭医生或者是 walk in 的医生帮你预约私立的这种检查中心，这种就是 B 超、X 光、核磁、验血都是可以做的，因为你是自己掏钱嘛，所以你不用这个公立医疗的 MSP 这个资源，那是可以很快的，通常就是1周之内都可以约得到。或者是公立体系的话，你像上次我说那个李大夫那情况，直接医院就给他安排到那个科罗纳那边去做，就飞机票都包了，就自己不用掏钱。这个就是看你个人的需求吧。怎么说你这个费用、时间成本，还有金钱成本，还有这个人力成本，那肯定是我觉得比回国内要节约的多的。今天一个人都没有，我不会又没连上线吧？我看一眼啊，不要着急，直播就是这个样子。直播了半个小时了，为什么没有人在聊天室呢？有聊天室的朋友可以回应一下啊，让我知道你们在听。这个话题大家都不感兴趣吗？啊，我在直播间啊。好，这说掉就是它是有私立的这种检查机构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这种我们说的就改善型医疗或者叫非必要型医疗这个体系的，就是这个体系呢，就是你的 MSP，就是这种基础医疗，全民医疗这个是不包括的，但是它是这种公司的扩展医疗保险，或者我个人买这种扩展医疗保险，它是可以覆盖的。当然，根据你买的这种保险的额度等级，它可能覆盖的这种额度是不一样的。但是通常都是有这种额度。你如果是在普通的公司，或者是在政府机构，或者我自己是一个小业主，那你是可以买这种保险的。它这个体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物理治疗，还有 RMT 注册按摩师，还有 chiropractor 脊骨神经医学。脊骨神经医学，好多人以为它是正骨，但是它和我们中医说的正骨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包括如果是正规的 chiropractor 的这种脊骨神经医学的治疗师，他是不应该称自己为正骨的。但是我看到网络上也好，线下也好，有的这种诊所他是在打这个中文的招牌正骨。这种行为呢，从 chiropractor 的协会来说是违反他们协会的规定的。也是违背他们的这个治疗原则的，就是 chiropractor 它不是正骨，它是通过调整脊椎，然后来调整神经。当然，现在很多网络上就是各种乱象比较多啊，好多就是中文上把它就当做正骨了。这个我们就不多说。还有这边很常见的一个叫运动机能学，这个主要是教你怎么从运动康复、运动处方的角度来恢复健康、维持健康的。这个在
在这个 ICBC 车祸保险里面是支持特别好的。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中医，中医呢主要是现在医疗保险认可的更多是针灸。MSP 就是基础医疗保险里面是针对低收入家庭，它是每年可以有10次，每次可以减免20块钱20加币的这种针灸治疗。这个因为是历史原因啊，就是当时刚有这个政策的时候，当时市场普遍的针灸价格并不高，大概就是20到40左右这个收费标准，所以当时每次减免20，这个额度还是很高的。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它就没有变，所以就随着物价上涨，随着这个针灸啊、中医的这个收费上涨，它现在这个减免20就用的人不多了。至少我这个诊所现在还没有人用过这个，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温东的一些老的诊所，它可能还是以这个 MSP 的这种减免的这种客户、这种病人为主的，也是一个福利。但是这个扩展医疗保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自己买的这种扩展医疗保险，通常针灸都是有相应的额度的。这个额度都是按年来算，就是你今年有多少额度，如果你没有用，那明年它就又从头开始计算了，算是一个通常是公司的福利，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去买这个保险。就是你像我就是特别反感这个出诊的病人就是问我保险方面的问题，因为我确实是不是太懂这个保险的。怎么说呢？就是从我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给病人治疗，然后病人给我交钱，这是一个两方的关系嘛。然后你加上一个保险公司呢，它就变成是病人给保险公司交钱买保险，然后呢，他找我治疗，治疗之后呢，他肯定是要给我钱了，不给我钱，我不会给他治疗嘛。然后他又跟保险公司申请这个报销，然后保险公司给他打了这个钱，然后呢，这样看呢，就好像说，哎，病人没有花这个钱，但是得到了治疗。这个就是让好多人会认为说，哎，这个你们是不是跟保险公司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啊，就是不管是从我个人，还是从这种中医协会，还是其他的这种治疗的协会来说，就是我们是不能跟保险公司产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经济上的关系。我们并不是保险公司的雇员，就是您买的这个保险是您跟保险公司的关系，他报不报这个治疗费是保险公司决定的，并不是说这个治疗师或者中医或者其他的这种专业的人士他来决定的。而且这个补充医疗保险啊，它这个每个人买的等级、买的额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每年能报500块钱，有的人能报2000，有的能报4000，然后有的人呢，他能给你每次报80%，然后有的人他就每次给你报100块钱，有的呢他可能就给你报50块钱。他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你从我自己开诊所的角度，我就真的是没办法这个回答的。就你问我说我这个保险能不能报，就是我确实是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你要想得到答案呢，就是只能是你去找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找你买保险的这个保险代理人员。就是简单说一下，但是这个是有这种制度的。然后加拿大呢，它这个政府也是鼓励大家使用这个补充医疗险，使用这种我们叫补充医疗和康复的。因为这个大家如果很重视自己的保养，定期维护保养，就跟开车一样嘛。那你日常这个做多了的话，它对医疗体系，就是公立医疗体系的这种压力是减小的嘛。所以它也是鼓励你用这些，大家多注重保健。包括你如果不买保险，你是可以把这种就是我们说补充医疗或者叫改善性医疗的这种支出算作个人的医疗支出，在你年底的时候报税的时候报上去，然后你的会计可以根据你的报税收入的情况，
来得到一些减免的。李梅梅，我想要学会针灸，没有学中医可以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国内吗？还是在台湾？还是在加拿大？加拿大这边入门的中医就是针灸，他拿一个针灸牌照就可以自己开诊所，可以自己执业，然后医疗保险这种扩展保险也是可以用的。看过，我看过家用针灸盘，如果我没记错，这个没看懂啊，你写的详细一点吧。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介绍这个加拿大的医疗体系啊。还有一个就除了中医之外，还有一个 MOT。MOT 呢就是手工整骨疗法，就 Orthopedic。本身只说 Orthopedic 呢，它是骨科医生，这个是要考这个医生牌照的，是公立医疗体系里面的。然后加那个 manual 呢，就是 manual orthopedic treatment，就是手工整骨疗法，它是整骨疗法里面一个分支啊，因为这个跟整骨疗法的这个历史发展有关系。一开始，他这个创始人是拒绝进入到这个主流医疗体系的，但是后来呢，他死了之后，美国的这个 orthopedic 就是很大一部分就跟 MD 就是现代医疗体系就融合进去了，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 OD 还有 MD，就是你去看的话，分不太出来，它也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治疗，也都在公立私立的这种医疗体系里面都有。加拿大呢是有这种手工整骨疗法，就是我去年到现在也一直在进修这个之后毕业之后也是可以多一项这种手工整骨疗法的这种项目可以治疗，在诊所里面使用。这个是补充医疗险。那简单介绍完这些呢，其实大家如果听完就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大姐投资啊、开公司做的这个项目就是不太靠谱了。就是他说的这些情况，就是比如说，他说这个牙根尖炎去本地找不到地方治，这实际上是因为他找错地方了啊。如果是找对地方的话，是可以很快的治疗，而且应该是不用花钱的，因为急诊它属于 MSP 这种基础医疗全民保险里面的，就是1分钱不用花，当然都可以花，都可以治疗。另一方面，他就是这个说了很多我匪夷所思的一些问题，就是我问了他一些有一点点陷阱性质的问题啊，就比如他讲他这个家里老人因为膝关节的问题，所以去海南做这个干细胞治疗，然后避免了这种膝关节置换的手术。这个我就问了一下他这个干细胞治疗相关的问题。之前老王也做节目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也说过，就李连杰那个肯定不是干细胞。然后柬埔寨，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生物科技园？为什么会有这种干细胞治疗的这种？直播内有5个人，那还不错啊，但是大家都不太喜欢说话。我这个平台看不到有几个人在这个聊天室可能这个时间不太合适吧。然后干细胞治疗呢，在大多数的国家，其实目前都是处于一个没有正规化的一个地方。在中国呢，是直接就是法律禁止了，就是在中国，干细胞治疗只能是处于是免费的实验性质，就是他在指定的地区做免费的干细胞实验性的治疗，没有商业化的应用。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是可以
这种高价的可以给你做这种干细胞的治疗，可以解决什么什么问题，可以返老还童，可以什么治疗一些严重疾病啊、肿瘤啊之类的，这种呢就是不用怀疑啊，100%是骗子。因为干细胞治疗在中国官方口径下，就是只有在少数几个点可以做实验性质的治疗，并没有大规模开展。任何以干细胞治疗为这个卖点的、没噱头的这种绿通公司，肯定是违法的。就是正规的绿通公司，它不会以干细胞治疗为卖点。其次呢，我问了一个小的陷阱问题，我问这个大姐说，如果需要心脏移植，你这个绿通公司如果花了几万加币买会员，多长时间能够安排？啊，他想了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给我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回答，说1个月左右可以安排。这个我一听我就知道，这个大姐可能不太了解具体业务啊。这也是一个红色禁区，就心脏移植和其他的器官移植还不一样，这个是不能安排的，必须是活体，就是躺在2张床边上，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你坐直升飞机都来不及。而且你怎么安排，正好有一个合适的心脏死在你面前的，这个在中国也是违法的。中国明令禁止器官移植是不能安排的，是统一排队的，然后是系统分配，你不可能通过任何有公司有能力做这种安排，说我1个月肯定能给你安排上心脏移植。即使真的有，那这个绿通公司也好，医疗机构也好，他是绝对不敢公开宣传的。一旦公开宣传，你完全可以去起诉这家机构，因为它明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法律。这个是最早是一个以色列的医生，以色列的医生呢，他给他的病人安排心脏移植，然后联系的是中国深圳的一家医院，然后这家深圳的医院给他做了移植，多长时间呢？大概就是不到1个月。然后一开始这个以色列医生还觉得没什么事，还觉得中国这个医疗效率很高，但是后来突然发觉不对了。但是这个和肾脏啊和肝脏这个移植不一样，那些器官它是可以离体保存一段时间的，这个心脏是没有办法这么做的。那就是你病人去了，就真的是得有一个人一条人命就没了。所以这个以色列医生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这个相关的机构，然后之后呢，以色列就第一个立法，就禁止任何这种器官移植的这种医疗旅游。因为你这样的话，你虽说是通过器官移植救活了一个人，但等于是间接的杀死了一个人。然后很快，加拿大、美国、日本、英国、日本这些都跟相应立法或者有这种相应的规定，就是禁止这种，尤其是心脏移植。然后中国就开始被倒逼着，就是制定了这种器官移植的严格的规定。所以任何正规的绿通公司，国内现在有这种绿通公司也上市了啊，然后他是绝对不会公开宣传说自己能够安排这种器官移植，尤其是心脏移植的，它都是大家公平按照系统分配来。但是至于这系统是不是真的公平，那我就不能评价了，大家自己考虑。我也不说一些阴谋论的话，但是至少明面上它是
不能做到这个大姐承诺的这个事的。我就姑且认为他是不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吧。就是干细胞，还有这种器官移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牙根尖炎。牙根尖炎呢其实是很特殊的，就是它这个牙根那个地方化脓啊，肿胀的非常厉害。然后他说是他坐了一个这个飞机，直接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安排上手术了。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一件事儿，因为牙根尖炎这种里面已经化脓、已经肿起来很严重的情况下，如果坐飞机，尤其是这种国际航班，10个小时，从温哥华到北京10个小时，那你在飞机这种高空低压的情况下，这个肿的地方它会变得更严重，你这个疼痛会非常剧烈。我觉得普通的人是很难忍受这种疼痛的。那你如果只是为了尽快就医，然后忍受这种痛苦，那我只能说这真是一个狠人。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我不太相信正常的普通人能够在飞机上忍受10几个小时这种痛苦的。你哪怕你打了止痛药，这种疼痛都很难忍受，而且它是有一定的概率让它这里破损，让这个脓流入到更深处，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的情况的，这个风险非常大。这是他说的牙根尖炎。其次还有很多疾病，你比如说像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像脑血管的问题，比如说像一些脏器的严重的疾病，这种情况都不适合坐飞机。那你如果碰到这种病情的话，你就算这个绿通公司真的可以给你安排上顶级的专家、顶级的手术室，尽快的治疗、尽快的检查，那你人坐不了飞机回不去，那你这个钱一样是白花的呀。这是我觉得他这个项目不太靠谱的又一个原因。再其次呢，他又说了一个特别典型的江湖人士很喜欢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他这个绿通公司呢是有资源可以直接帮你联系到首长的保健医疗团队的。这个呢就是我就说怎么说，我之前也有视频就讲过这个事儿，就是中国啊，中国共产党它是有这个首长保健制度的，就是有保健医制度。但是呢，好多老百姓呢，就把这个首长保健医制度呢，就是过于神化了。首长保健医这个制度呢，它这个保健医的要求呢，不是说要求各科的专家，它其实是要求一个各科都懂一点的，类似于加拿大这边的家庭医生的这个角色。然后有各种健康问题呢，及时联系到顶级的这种公立的医疗的专科的专家。所以呢，这个医疗团队就跟加拿大家庭医生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可能我觉得有些方面还不如加拿大的普通人的这个家庭医生。所以拿着这个首长保健医的这个东西做噱头、做卖点呢，我觉得就只能是蒙一蒙、骗一骗这个完全不了解中国医疗体制的这个人。尤其是号称什么我是给谁谁谁做保健医的这种话，如果真的是做保健医，是绝对不敢说这种话的。因为中国的这个保健医制度，它是有保密协议的。你入选这个保健医团队的话，第一条就是先学保密条例。那你像我也给正部级啊，或者是更高级别的这个人看过病啊，
那我绝对不会随便就说，哎，我给谁谁谁看过的。第一个，你也没法求证。那比如说，他说他这个团队给谁谁谁看过，某某某看过，你能找来某某某去求证吗？说这个团队给你看过没有？你没办法求证的，对吧？其次呢，就从道理来说，他有这种保密制度，他是不能在社会上宣传的。再其次，就是中国的这种法律法规明令禁止过，不能以这种首长保健医这类的称呼来对外宣传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大姐的这个绿通的渠道、绿通的公司，真的是见人就说你买我这会员，我能给你提供首长的这个保健医团队。第一个他违法了，第二个他胡乱宣传，第三个就是他可能被人骗了。但是你像我去俄罗斯，我给这个普京同学，这个就是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州的这个州长治过，我就敢说。然后我给这个普京这个背后金主的财阀全家治过，我也敢说。但是我肯定不说人名字，这个大家还是心里要有点数的，行不行？你这个有的能说，有的不能说呀。还有就是这种什么打的这个国家队队医的这个称呼，这个一样的道理。就是国家队队医，它不是一个常驻机构，国家队就不是一个常驻机构，它就各个省队，然后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国际比赛，然后我们组建这个国家队，然后各省抽调人，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这么一个常驻机构，就是他可能是只是去参与了这项活动，但是拿这个你去做广告、做宣传，我觉得就有点过了啊，就是有点擦边吧。这个就跟咱们说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你是从小长在这个阳澄湖里面，还是说我在别的地儿长大，临卖之前到这儿阳澄湖游个泳，还是说我就拿阳澄湖这个水浇过一遍，喝过阳澄湖的水就算阳澄湖大闸蟹，对吧？这不一样的，你不能说哎，这个某某首长来我们这医院做过一个检查，我远远的看到过了，那我就算保健医了，那这肯定就是胡说八道的。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前面我说的这几种，就直接就打一标签，就离远点就完了。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原来看过啊，这个说这个公司叫红墙御医，这个是不是特别容易这个敬畏之心就上来了？然后，但是呢，就是大家听过这个郭德纲那相声吗？就是点了一盆鲍鱼炒饭，然后筷子翻半天，没找着鲍鱼啊，把厨师叫来了，说我叫的鲍鱼炒饭啊，然后那厨师叉着腰，怎么了？我叫鲍鱼，对吧？人家叫红墙，人没说是中南海那红墙啊，人公司墙涂红了，叫红墙不行吗？那叫御医就是御医吗？人身份证上老板名字叫御医，你就跟那个叫什么重庆鸡公煲嘛，老板叫什么什么重庆，所以叫重庆鸡公煲。你去重庆，你不一定能有这个鸡公煲吃，就是完全没关系的。就跟这个什么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你在安徽找不着，你得去石家庄找才能找得着，这一样的道理。就是大家这个一定要有这个防骗的意识啊！就是我发现好多人特别害怕被骗，但是你越怕被骗，就越容易被骗。你怎么不被骗呢？就是你要有相关领域的这个基础知识，
然后你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这个逻辑才行。哎呀，你就跟那个老王说这翟山鹰一样，就是翟山鹰做节目都直接明牌说了，就是我不骗你们，也有人骗你们，你就都明牌成这样了，还有人上当，那这怎么说呢？哎，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那今天人不多，看来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不是这个呀，那我就先讲这么多吧。嗯，本来还是想讲一讲这个叫什么网红神医、网红医神吧，那个宋兆普这个事儿。那天这个在群里看到有人发他这个小视频，我就看一次笑一次。我觉得这都明牌骗了，这都有人上当吗？他说那些东西要是成立，那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那都绝对是，就是有人贪污啊，有人这个做的不对啊，你这应该联名给这个宋兆普同志申请诺贝尔医学奖，对吧？你治3200个脑瘫儿童，治愈率能有50%，这个这是神迹了，这不是这个医疗技术，这是神迹啊！还有什么号称工作40年，然后没收过诊疗费，然后治了这个叫什么130万人还是140万人？大家这个数学要不好啊，可以拿计算器摁一下，你看他一天能治多少人？你看这么忙的社会名人，开两会期间还能扎300多人啊！这个我觉得已经基本是打明牌了，就大家可以看成是医疗界的这种翟山鹰，这种那种中医圈子里特别多，就是你也不是说就是中医界的这个骗子多吧？什么说自己是某某历史名医的这个后人啊，然后这个都别信，你往上3代都是农民，而且啊，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这个医疗技术啊，它是通过书本、通过知识来传承的，不是那个《火影忍者》里边这个血迹界限，不是通过血脉传承的。你是名医的孩子，你是名医的后代，你不一定是名医。你天天能拍视频，到处说怎么看个展览，还给人腰间盘突出的，这都走不动道了，能去展览，还能有粉丝，然后扎一针直接能蹦了。这我一看那视频，我觉得我想起这赵本山来了。赵本山跟范伟不是这个腿麻不麻，麻不麻，蹦两下，小跑大跳，这个小品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了吗？这个太搞笑了啊！而且他说你这40年不收诊疗费，你医院是你们家的，你当然可以不收诊疗费了。但是你这么干，大家都知道这个子贡赎牛的故事啊，就是子贡有钱啊，这个赎了这个鲁国的这个奴隶，不要这个政府回报。然后孔子就说了，你这样干，就后面就没有人干这个好事了。你们正常，我本来作为医生收诊疗费、收诊费是很正常的，然后你不收，那是你个人高风亮节，但是你拿这个事儿宣传，那我就只能认为你是在博一个名声，并不是真的为这个行业发展。你不收那刚毕业的小朋友、刚入行的也不收吗？对吧？怎么比啊？你医术这么神，你治脑瘫治俩好一个，这个诺贝尔医学奖都得了。下次讲神医名字起的吸引人的，行，我回头我不行，我宋兆普这我得专门做一期，太他妈缺德了，这害群之马。哎呀，对吧？你挪用9700万医院的公款，然后一查说我是补贴
脑瘫儿童的这个脑瘫病人的这个生活费的。我靠，那后来你怎么又说这些脑瘫儿童都让外国家庭给领养走了？中国领养好像得交不少钱的吧？你这生活费，这太把大家当傻子了吧？哎呀，西方医疗保险制度是有很多制度的，加拿大的医疗制度和美国医疗制度就完全不一样。美国的医疗制度就完全是商业化引领的，带来非常的问题，非常多的问题。可以说，美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制度是最差的医疗保险制度，因为它就是完全是商业利益化的。就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就保险公司，它在一个地区，比如说这种阑尾炎手术，他先定一个线，比如说我先定一个$1000，然后做这个阑尾炎手术，然后他肯定是有的手术收的会多一点，有的手术会收的少一点嘛，因为你病情不一样，然后医生的等级也不一样，你手术室用的器械也不一样，那肯定有多有少，然后他就会统计完以后，把这个收费最高的就排除出这个保险承保范围，然后收费最低的也排除出。然后最后呢，这个线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那这个医疗机构医生，他为了满足这个医疗保险的要求，他就会无限贴近他点的那个线，然后就不断的压缩这个医疗成本。所以你在美国医疗界能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就是美国这个医疗确实技术是先进的，然后理念也先进，它有最好的这种诊所，最好的医疗技术，但是很多人得不到这个好的医疗技术，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医生为了防止一些专利费，然后为了符合保险的要求，他可能会采取几十年前没有专利费、很落后、很保守的治疗方法，然后就出现很多这种不太好的医疗案例吧。中国的这个医疗制度怎么说呢？就是老话说的就是五行缺德，就是你一项医疗制度的改革能做到病人也不满意，医生医院也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也是没有谁了。你美国的这个医疗制度，起码医疗保险公司是满意的，但是你最后你中国这个医疗保险制度，没有任何人受益，没有任何人满意，这个也真是太奇葩了。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这说出来真是，就气不打一处来，太他妈缺德了。所以就是从他这个说这个绿通公司，我就想到好多问题，这有的能讲，有的不太适合讲啊。但就是先讲这么多吧，就大家其实完全不用说，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项目做不起来呢？就是真的，他这个项目只有我想不出来什么人会买他这个会员。你花几千加币到几万加币买了这么一个绿通的这个会员资格，然后你得到的是什么服务呢？得到的是说我可以电话咨询，还不是24小时的。那加拿大是有免费的24小时咨询电话呀，而且还都是专业人员。我知道绿通公司他不可能都给你找护士，都给你找医师，他找的好多都是医学生没毕业的，或者说连医学生都不是，就是找的接线员，然后给你回答问题都是系统里面资料库或者说网上现找的资料，你花这个钱不值当的呀。这种咨询的业务，其实，不管是国内的保险公司，还有理财银行的这种高端客户，还是加拿大的这个保险公司，还有加拿大的这个私营的这种客户，它都是有免费的这种附加服务的，就是可以你有这种情况，它可以直接给你联系美国顶级的，一般这边都是联系梅奥诊所，这都是全球最顶级的这种诊所医疗机构。给你解答，你这个现在应该去什么地方去治，应该怎么治疗？但是你花这个钱得不到这个服务啊，
然后你说那什么干细胞治疗，什么首长保健1团队，这个都是就一听就是只能是减分了，真正懂行的一听这就减分了。器官移植这个都是不能说的呀，大姐。哎呀，集采以后质量下降就很大，集采之前质量就已经下降很大了。这个各个方面，哎，就一言难尽啊！你回头可以专门再吐槽一下这个。我靠，差到什么程度？我们家亲戚去北京著名三甲医院，那个专科的大夫不会测血糖，你敢想吗？好，我就想不出来啊。然后做检查，填 B 超单子，填6错，填不对，填6次，填不对。我说我都想我替他写得了，就是你这电脑画的这个化验单，你填不对，这是成像话吗？这太差劲了，哎。所以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 BC 省加拿大现有这个医疗资源，完全可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只要你会用，然后知道什么情况用什么，不会有问题的。至于说为什么好多新闻爆出来，说某某人跟急诊室等11个小时，等死了，我就说这个新闻学有一个概念，就什么叫新闻呢？十字街头人咬狗就叫新闻。新闻就是日常生活你见不到的事情，你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你觉得特别吸引眼球、震惊体的才叫新闻。就狗咬人根本就不能叫新闻，狗咬人不是很正常的吗？天天都有狗咬人，谁都见过，谁都听说过，那就你上不了新闻。那只有人咬狗，那这人为什么咬狗呢？对吧？这狗怎么了？他为什么要咬狗？这才是新闻，就是大家听都没听说过、想都想不到的事儿，它才能成为新闻。所以那都是极端的个案。当然，加拿大的医疗体系肯定也是有它的问题，但是这个跟很多人不了解医疗体系、不会用这一套医疗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就简单先讲这么多吧，这个时间又差不多了，准备就休息休息，回家吃饭了。温哥华地区的华人每年固定好的体检小毛病去诊所，哪些去急诊，哪些不用担心添加医疗费。因为有些只看国内简体新闻，对他其实这种公司，你只能卖给那种特别焦虑的人，然后他又无知，他又不了解当地这个医疗体系。哎呀，就是完全是他这个人对这个未知的恐惧。他说：“哎，万一我得了病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得回国呀？回国我又没资源。”好多人就说什么我一有病了我就回国。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你是国内有什么特殊资源吗？你像我之前有病人，他国内家里面就是开医院的，那肯定是没得说啊，人家肯定是回国方便。那你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指望说回国，你不一样得挂号，一样得排队吗？那国内的这个医疗条件，我觉得很难得到一个有尊严的治疗。你指望说交点钱，那你交这个钱，我跟你说，你完全不需要给这种绿通公司花钱。你比如说，它最低档的2000加币一年，你买好机票，你到中国任何一家三甲医院，当然这个行为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啊，就是中国这个现在规定是不能倒号。但是你拿出2000加币，相当于1万块钱人民币，你在任何一家医院门口，你都能挂上当天的任何一个专家的出诊的号的，这个是事实。那怎么啊？专门进来给我点赞，感谢大家。
啊，英文题目我没弄过呀，我都不知道要弄英文题目，我以为是能自动翻译呢，不能自动翻译就算了吧。啊就是现在老外来中国看病的越来越多，这就是那大姐觉得中国医疗遥遥领先的一个点。然后呢，她跟我说了一些很夸张的数据啊，她说这个海南省去年2025年一年接待了85万人次的境外患者。然后我就说，那这个境外患者是中端医疗、低端医疗还是高端医疗？然后他跟我说是人均花了40万人民币起。我一听这俩数字我就懵了，因为我数学不是太好啊，但是我就直觉就觉得这个不太对。然后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官方的这个海南省公布的数据啊，真的去海南进行医疗旅游，专门为了医疗看病去海南省的，2025年一共是9300人，所有的一共9300人，不到1万人。那他这85万人怎么来的呢？是所有的境外旅客到海南旅游的人是85万人，但真正看病的就9300人，而且很大比例是华裔，当然也有一部分俄罗斯人，还有一部分小国的人，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人。人均消费呢，海南省的官方统计是人均12000人民币，然后他跟我说是40万。那如果按照他这个数字，真的有85万人，真的每个人都花了40万人民币，简单算一下，大概是3400亿人民币。这个数是海南省 GDP 2025年的42%，那你这个就完全说不过去了，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然后我之前在俄罗斯工作的时候，俄罗斯有没有去中国看病的？也有，就我之前说的那谢尔盖嘛，他是俄罗斯这个外交部直接联系中国外交部，然后又联系体育总局来我们医院看的。这种是特殊情况啊，就是我们说有渠道的人呗。那普通老百姓呢，好多来中国看病的，实话实说，就是俄罗斯的穷人，就是他在俄罗斯本地也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私立医疗，因为那个俄罗斯它也是全民免费公立医疗啊，但是你要等嘛。留言韩语我就看不懂了，这个聊天室好像不能直接翻译啊。然后他们呢，在公立医院就是等，那个等的时间比加拿大时间可长多了，而且就是你要塞红包的，你不塞红包得不到一个好的医疗资源，所以很多就是没钱的这种俄罗斯人呢，他就到中国，当时主要是到中国的东北，然后享受一些基础的医疗服务，做一些小手术啊这些。他们并不是说因为觉得中国医疗质量好，觉得中国这个医疗多神奇，主要就是因为便宜。有钱的俄罗斯人就直接去欧洲啊，去德国、去澳洲，甚至去美国来看病。所以千万别信一些人说的这什么遥遥领先啊，没有那么遥遥领先，没有那么多老外去中国看病的。而且我听说的一些一线数据，就是现在去中国看病的老外其实是比10年前少很多的。嗯，所以我当时就是很委婉的劝了一下这个大姐，我觉得我就跟她说，你做这个项目不太适合，我建议她多了解了解当地情况，然后再决定做不做这个。但我估计看她的意思可能听不进去吧，什么忠言逆耳嘛。
好，那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7点了，1个多小时，我就回家吃饭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这周争取再做一次直播吧，然后讲一讲那个基本的那个棒铃。我看有人留言说上次那个棒铃的这个侧摆讲的不太清楚，我想一想，我可能是示范的也有点问题，然后我就专门讲一讲这个侧摆还有前摆，就是简单讲2个动作，然后带练一下大家。哎呀，感谢啊！我这个非常需要人气，最近这个大家打赏也很多，十分感谢。嗯但使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哎呀，谢谢各位。好，结束直播，再见。